最近不少车主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，加油的时候钱包明显更疼了。以前加满一箱油可能300多，现在一看油枪跳表，动不动就400多，油价怎么又涨了？而且为什么油价总是涨涨跌跌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？油价这东西其实就像天气一样，经常变化，有时候连涨几轮，有时候又突然跌下来。很多人觉得油价变化好像很神秘，其实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。简单来说，就3个字：供需险。供应需求还有风险。而最近这一轮油价上涨，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中东局势突然变得紧张，特别是伊朗相关冲突的影响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东那么远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其实关系非常大，因为全球很多石油都是从中东运出来的。要理解油价为什么会上涨，首先得知道一件事，石油是全球统一定价的商品，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中国、欧洲、日本还是美国，买石油的时候基本都参考同一个国际市场价格。目前全球最重要的2个原油价格指标，一个叫布伦特原油，一个叫 WTI 原油。布伦特原油主要代表国际贸易市场价格，而 WTI 原油主要是美国市场的基准价格。很多国家进口石油的时候都会参考这2个价格，只要这2个价格上涨，全球很多地方的油价基本都会跟着涨。可以说，国际油价一动，全球加油站基本都会有反应。用句老话说就是风一吹草就动。那为什么国际油价会上涨呢？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供需关系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就像菜市场一样，如果供应很多，大家都不着急卖，价格就会下降。但如果供应变少，大家都在抢着卖，价格自然就会上涨。正所谓物以稀为贵。不过石油和普通商品有一点不一样，普通商品主要受市场影响，而石油还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。全球石油供应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中东，像沙特、伊拉克、阿联酋、科威特、伊朗，这些国家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产油国。特别是沙特和伊朗在全球石油市场里地位非常重要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只要中东地区局势一紧张，市场马上就会担心石油供应问题，很多时候还没真正影响石油生产，油价就已经开始上涨了。而这一次油价上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相关局势再次紧张。伊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石油生产国，虽然因为长期受到制裁，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一定限制，但它每天依然生产大量石油。如果伊朗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减少，全球市场就会担心石油供应会变紧。但比石油产量更重要的其实是伊朗的地理位置。伊朗控制一个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——霍尔木兹海峡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，全球大约1/5的石油贸易都要通过这里运输，每天都有大量油轮从这里经过，把中东的石油运往亚洲、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。如果这个海峡一旦发生冲突，或者运输受到威胁，那么全球石油供应马上就可能受到影响。所以市场只要一听说这里局势紧张，油价就会开始上涨。有时候甚至还没发生真正的冲突，只是风险上升，油价就已经涨了。因为很多石油交易员会提前买入石油期货，市场资金一多，价格自然就会被推高。换句话说，很多时候油价上涨不是因为油已经不够用了，而是市场担心费以来可能不够用。除了伊朗因素之外，中东整体局势同样会影响油价，因为这个地区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中心之一。如果冲突扩大，影响到其他产油国，甚至影响到油田、港口或者输油管道，那石油供应就真的可能减少。一旦供应减少，油价上涨几乎是必然的。再从供应角度来看，其实这些年全球石油供应本身就不算特别宽松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OPEC 加的减产政策。 OPEC 是石油输出国组织，成员包括沙特、伊拉克、阿联酋等这些国，后来俄罗斯等国家也加入合作，于是形成了现在的 OPEC 加联盟。这个联盟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，就是通过控制产量来影响油价。如果他们减少产量，市场供应就会减少，油价往往就会上涨。过去几年里，OPEC 加多次宣布减产，其中沙特甚至主动减少每天上百万桶产量。这些举措都会直接影响全球石油供应。如果供应本来就不多，再加上中东局势紧张，那么市场自然会更加担心供应问题。多种因素叠加，
油价上涨也就不奇怪了。除了供应问题之外，全球石油需求其实也在逐渐增加。随着经济逐渐恢复，很多国家的工业生产、运输活动以及航空出行都在增长。飞机、卡车、轮船每天都需要消耗大量燃油，特别是航空燃油需求恢复得非常明显。全球航班数量增加，也就意味着每天消耗的燃油越来越多，需求增加，供应偏紧，再加上地缘政治风险，这3种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就很容易推动油价上涨。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，就是美元汇率。国际石油贸易基本上都是用美元结算的，如果美元走弱，很多国家买石油就相对更便宜，需求可能会增加，从而推动油价上涨。反过来，如果美元走强，有时候也会对油价形成一定压力。再说到国内油价，其实中国油价并不是完全自由波动的，而是根据国际油价变化进行调整。中国实行的是成品油价格调节机制，一般每10个工作日统计一次国际原油价格变化。如果国际油价上涨幅度达到一定水平，国内油价就会上调；如果跌幅达到标准，就会下调。不过国内油价还有一个特殊机制，就是所谓的地板价和天花板价。当国际油价太低的时候，国内油价不会继续下降；当国际油价特别高的时候，上涨幅度也会受到一定限制。这种机制主要是为了保持市场稳定。一升汽油里面其实不仅仅只有原油成本，里面还包含炼油成本、运输费用、加油站运营成本，还有消费税、增值税等各种税费，这些加在一起，最终才形成我们看到的油价。从长期来看，油价其实一直是周期性波动的。过去几十年里，油价曾经非常低，也曾经涨到很高，背后的原因无非就是供应变化、需求变化以及地缘政治因素。而像伊朗这样的中东局势，一直都是油价波动的重要变量。只要这个地区局势紧张，市场往往就会提前反应，哪怕战争没有真正影响石油生产，仅仅是风险预期，也足以让油价出现明显波动。对于普通车主来说，油价上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用车成本增加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更省油的车型，比如混动车、小排量汽车，甚至直接选择电动车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油价越高，新能源车的吸引力就越大，这其实也是全球能源转型的一部分。所以总体来看，这一轮油价上涨其实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，包括全球石油供需关系、OPEC 减产政策、全球经济需求恢复，以及最关键的中东局势，特别是伊朗相关冲突带来的风险。石油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全球体系，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变化，油价都会跟着波动。说到底，油价这口大锅，只要世界哪里起点风，锅里的水就会跟着晃。